有谁能够同时被6个国家任命为相国？有谁可以做到一路而天下居，安居而天下息？有谁可以凭借出众的口才和智慧，叱咤战国时期的政治舞台？做到这点的人，恐怕只有善于辞令和外交的苏秦一人。苏秦，字季子，温州洛邑人。他出身贫寒，但是素有大志。据说曾与张仪一起向鬼谷子学习纵横术。学成后，他想要到秦国施展自己的才华，于是他带着盘缠到了秦国，多次向秦王推荐自己的主张，但是都没有得到秦王的赏识。眼看着盘缠用光了，衣服也穿破了，他只好返回家乡。回乡后，他衣衫褴褛，穿着草鞋，饿得又瘦又黑。到家后，妻子不去迎接他，嫂子也不肯做饭给他吃，父母也嫌他丢人不理他。苏秦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干出一番成就来。从此，他每天刻苦学习到深夜，为了防止自己瞌睡，他还把头发用绳子系在房梁上，手里拿着锥。每当夜里昏昏欲睡，头往下栽时，头皮就会揪得疼，实在瞌睡的不行，他就拿锥刺一下大腿，这样就清醒了。这样苦读1年后，他终于研究出纵横的策略。当时诸侯国中有齐、秦、楚、燕、赵、魏、韩7个比较强大的国家，其中实力最为强大的是秦国，他经常侵犯其他国家。苏秦正要推行他的合纵策略时，秦国与赵国发生了一场战争。燕国是赵国的邻居，于是苏秦就去燕国拜见燕王。他说，秦国攻打燕国以前要走上几千里才能到，如果秦国打败了赵国，那么攻打燕国只需要走几十里，燕赵两国就好比唇齿，唇亡则齿寒，所以大王您和赵王结盟，联合抵抗秦国，实际上也是在保护自己啊。于是燕国同意出兵帮助赵国，共同对付秦国。随后苏秦又前去拜见赵王，他对赵王说，我听说一些边陲小国的土地是秦国的5倍，我猜想6国的土地将是秦国的10倍。假如6国联合起来一同攻打秦国的话，那么秦国一定会灭亡。接着苏秦建议说，6国将军在黄水之上结成联盟，让楚国、齐国和魏国各派出精兵抵抗强秦。韩国为这3国提供粮草，燕国在长山以北抵抗秦军。那时候秦国如果攻打韩魏，楚国就断秦军的后方，齐国出兵响应楚国，赵国和燕国各守一方抵抗秦军，这样就可以战胜秦军。接着苏秦又一一分析了秦国攻打其他5国、6国该如何抵抗，他说的有理有据，赵王听后拍手称赞。随后赵王赐给他黄金万两、白璧100双，还有许多的绫罗绸缎，命他游说其他国家。当时苏秦劝说齐王采取合纵抗秦的策略时，齐王对燕怀有顾虑，苏秦就对齐王说，燕国国力弱小，一向依附于齐国，而齐国能够号令天下，燕国也出了不少力，燕国人怎么会对齐国怀有异心呢？这样齐王才放下心来，加入抗秦联盟。从公元前334年起，苏秦开始到6国去游说，宣传合纵的主张。仅仅过了1年后，他就大功告成。在苏秦的一手策划下，6国决定在赵国的黄水饮血为盟，共同对抗秦国。这时苏秦被6国诸侯任命为相国，一时间名声显赫。当苏秦衣锦还乡时，他的父母听到这个消息，立即打扫屋子，还派人去几十里的郊外迎接他。他的妻子都不敢抬头看他，他的嫂子跪在地上向他赔礼道歉。苏秦看到这情景，想到以前他们的做法，顿时百感交集。苏秦游说6国结成联盟，其实6国各有各的打算，互相牵制，因此没有根本的进展。后来张仪击破苏秦的合纵策略，6国联盟瓦解。张仪是魏国人，他的祖辈是魏国贵族，与苏秦一同在鬼谷子跟前学习纵横之术。他饱读诗书，满腹谋略，
就连能言善辩的苏秦也自叹不如。两人学成后，苏秦推出了他的和政策略，很快名扬诸侯各国，而张仪却在楚国相国门下做一个不起眼的门客。不过半年后，他的名声丝毫不亚于苏秦，并且得到秦王的赏识，出任高职。他得以迅速出名，与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有很大的关系。有一次，楚相打了胜仗回来，楚王赏给他玉璧。那天，楚相和他的门客一同游玩宴饮时，他高兴地拿着玉璧给众门客看。结果，宴饮还没有结束，就发现玉璧不见了。这时，有人对楚相说：张仪贫困，肯定是他偷走了。楚相觉得有道理，就抓住张仪审问。张仪原本没有偷和氏璧，所以不论楚相怎样严刑拷打，他就是不承认。最后，张仪被打得遍体鳞伤，楚相怕出人命，只好放他走。回到家，张仪问妻子：“我的舌头还在吗？”妻子回答说：“在。”张仪说：“只要有舌头在，我就有出头之日。”公元前329年，张仪来到秦国，被秦惠文王拜为客卿。这年，秦国攻打魏国，并取得了濮阳。张仪推出自己的连横政策，并建议秦王拉拢魏国。接着，他建议秦王归还濮阳，并把公子瑶送去魏国当人质。到了魏国后，张仪对魏王说：“大王，您看秦王是真心与魏国交好啊。不但给您城池，还把儿子送来做人质了。礼尚往来，魏国怎么报答秦王呢？”魏王问他怎么报答，张仪说：“我们大王只喜欢土地，如果您送给秦国一些土地，那么秦王就一定会把你当兄弟看。到那时候，秦魏两国攻打其他的诸侯国，战胜后，您得到的土地肯定比你送给秦国的多得多。”这话说的魏王心花怒放，他立即把15个县划给了秦国，还把一个军事重镇也给了秦国。张仪回到秦国，立即就被提拔为国相。不久，秦王命张仪率兵进攻魏国，魏王非常惊慌。第二年，魏王准备联齐抗秦。很快，魏国与韩、赵、燕、中山等5国结成联盟。只是不久，在张仪的挑拨下，楚国又出兵攻打魏国，5国联盟就此破坏。魏国求助于齐国，张仪又从中挑拨，结果齐国不但没有帮助魏国，而且还联络楚国一同攻打魏国。公元前323年，张仪拉拢魏王，魏王再次同意与秦国交好。第二年，张仪为了使魏国进一步臣服于秦国，他辞去秦国相国之位，来到魏国。魏王认为张仪有能力，立即任命他为魏国相国。张仪用4年的时间，最终说服魏王归顺秦国。张仪达到目的后，回到秦国，秦王仍旧任他为相国。此时，齐国打败了赵国和魏国，成为东方的强国。不久，又和楚国结成了联盟。齐楚联盟成了秦王的心腹之患，于是张仪再次成为拆散齐楚联盟的不二人选。公元前313年，张仪辞掉秦国相位，前去楚国。他先是与楚怀王的宠臣交好，利用其取得楚怀王的信任，最后接近楚怀王。张仪对楚怀王说：“我们秦王愿意和大王您交好，但是我们秦王最憎恨的人是齐王。现在楚国和齐国结成联盟，因此我们秦王就不能和您交好了。如果大王您与齐国断绝关系，那么我就去请求秦王划出方圆600里的地献给楚国，然后楚国与秦国联合，共同攻打齐国。到时候楚国还可以夺取齐国的一些土地。再说大王您还可以有恩于秦国，这样一箭三雕，何乐而不为呢？”楚王听了张仪的话，高兴的立刻答应了他。虽然也有大臣劝说楚怀王不要被张仪的花言巧语所迷惑，但是楚王根本听不进去，他执意任命张仪为相国。
随后，楚王便宣布与齐国断绝关系，并派人与张仪一同前去秦国接受土地。在秦国过了3个月，张仪一直称病不上朝。楚怀王以为张仪嫌他与齐国没有彻底的断绝，于是专门派人前去齐国辱骂齐王。齐王大怒，宣布永远不与楚国交好。接着，齐王也派人前去秦国，要求联秦伐楚。这时，楚怀王又派人向张仪要600里土地。张仪见目的已达到，于是抵赖说：“我说的是6里，不是600里。”楚王听错了。使者回来告诉楚怀王，楚怀王大怒，立刻准备出兵攻打秦国。只是齐楚联盟已遭破坏，楚国再也得不到齐国的响应了。公元前312年，秦楚大战，楚军大败。盛怒之下的楚怀王调集全军攻打秦国，再次战败。这时，韩魏两国也趁机攻打楚国。楚军四面受敌，最终割地向秦求和。此时，6国之中已有魏、齐、楚3国归顺了秦国，只剩下韩、赵、燕3国。接着，张仪又分别来到这些国家，很快这3国的势力也被削弱。虽然之后6国也有短暂的结盟，不过有张仪之前的离间，6国已经貌合神离。于是，在强秦的攻打下，6国最终惨败。后来，秦惠文王去世，太子登基，是为秦武王。秦武王做太子时就不喜欢张仪，他登基后，张仪逃到魏国，被魏王任命为相国。第2年，张仪病逝。张仪凭借着出众的口才和智慧，破解了苏秦的和政策略，为秦统一天下立下了不小之功。